今天我們來聊一個你可能從沒想過的健康真相。吃魚，從小到大，爸媽說好，醫生說好，營養學家也說好，魚湯補身，魚肉健腦，吃魚的孩子更聰明，聽起來簡直是造物主留給人類的恩賜，對吧？可如果告訴你，過了60歲，有些魚你再吃下去，不僅不補身，反而比慢性毒藥還可怕呢？這不是危言聳聽。2023年，世界衛生組織與聯合國糧農組織聯合發布的一份水產安全報告中明確指出，某些特定魚類體內的重金屬、組胺、有機污染物含量已經遠遠超出老年人群的安全攝入閾值。而更讓人細思極恐的是，這些毒魚往往就擺在你家樓下菜市場最顯眼的攤位上，甚至很多還被冠以滋補聖品的名號。你可能會問，那到底哪些魚有問題？別急，我們今天不僅要把這4種比毒還傷身的危險魚類一條條揪出來，還要告訴你另外4種真正的長壽密碼。魚60歲以後吃對了，血管通暢，大腦清明，關節靈活，多活10年不是夢。吃錯了，那真的是花錢買罪受。好，我們先從最可怕的開始。第一種毒魚，大型深海掠食魚，尤其是鯊魚、旗魚和大目尾。你有沒有發現，很多高檔餐廳特別愛推薦這些大型魚？鯊魚排、旗魚生魚片、藍鰭尾腹肉，價格越貴，感覺越高級，越補。可真相恰恰相反，這些站在海洋食物鏈頂端的大型掠食魚，體內藏着一種叫甲基汞的東西，而這玩意堪稱人體神經系統的終極殺手。什麼是甲基汞？簡單來說，工業廢水把無機汞排進海洋，海水中的微生物把無機汞轉化成有機甲基汞，然後小魚吃微生物，中型魚吃小魚，大型魚吃中型魚。每經過一層食物鏈，甲基汞就會生物放大，一次濃度翻倍再翻倍。到了鯊魚和旗魚這個級別，體內的甲基汞濃度可以比海水本身高出100萬倍，沒有誇張，100萬倍。這是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2019年發表在《環境健康展望》期刊上的實測數據。那甲基汞進入人體後會怎樣？它有一個極其陰險的特性，脂溶性，意思是它會穿透血腦屏障，直接攻擊你的中樞神經系統。對於60歲以上的老年人來說，大腦本身已經開始自然萎縮，神經突觸連結在逐年減少。這時候再往裡面灌甲基汞，就等於往一座已經老化的大樓裡面丟炸彈。日本水蟻病就是血淋淋的教訓。20世紀50年代，含汞工業廢水排入水蟻灣，當地居民長期食用灣內的大型魚類後，出現手腳麻木、視力模糊、聽力下降、記憶喪失，嚴重者甚至四肢癱瘓而死亡。後續研究追蹤了幸存者長達40多年，發現即便停止食用污染魚類後，甲基汞對神經的損傷也是不可逆的。有人說，我又不是天天吃鯊魚，偶爾吃一次總沒事吧？問題就在這裡，甲基汞在人體內的半衰期是70到80天，意思是你吃進去1毫克，2個多月以後體內還剩 0.5 毫克。如果你每個月吃2、3次大型掠食魚，甲基汞就會在你體內不斷累積，永遠排不乾淨。這種慢性蓄積效應比一次性中毒更可怕，因為它沒有任何明顯症狀，你感覺不到，直到某天突然發現自己記性越來越差，手開始不自覺地顫抖，走路越來越不穩。去醫院一查，醫生說神經退行性病變，而你甚至不知道這一切的起源，竟然是餐桌上那條看起來無比高級的深海大魚。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在2021年更新了魚類食用指南，將鯊魚、劍旗魚、方頭魚和大目尾明確列入，避免食用類別，特別提醒65歲以上老年人和孕婦要嚴格遠離。所以結論很清楚，過了60歲，這些大型深海掠食魚無論多貴，無論餐廳宣傳多好，都不要碰。第二種毒魚，醃制鹹魚。我知道很多人看到這裡會說，鹹魚怎麼了？我爺爺奶奶吃了一輩子鹹魚，照樣活到80、90。好，我尊重這份生活經驗，但讓我們看看科學怎麼說。2012年，世界衛生組織下屬的國際癌症研究機構正式將中式鹹魚列為一類致癌物。
注意，不是2類可能致癌，而是1類確定致癌，和菸草、黃曲毒素、石棉排在同一個級別。這份結論是基於大量的流行病學研究得出的，尤其是針對中國華南、東南亞地區鼻咽癌高發與鹹魚攝入之間的強關聯性。鹹魚的致癌機制是什麼？核心在於2個字：亞硝。魚在高鹽醃製和脫水乾燥過程中，蛋白質會分解產生大量的二級胺，而這些二級胺在你的胃裡會和食物中天然存在的亞硝酸鹽結合。這2種物質對 DNA 有直接的損傷能力，能誘發基因突變，長期累積後就會引發癌症。而60歲以後，人體的 DNA 修復機制已經大幅衰退。年輕時候，你的細胞裡有一套精密的修復系統，可以修復大部分日常的 DNA 損傷，但隨着年齡增長，這套系統效率越來越低，越來越多的損傷被漏修基因突變逐漸累積。這就是為什麼癌症發病率隨年齡急劇上升的根本原因之一。在這個基礎上，你還每天吃鹹魚往身體裡灌亞硝胺，那就等於在一個已經布滿裂縫的大壩上繼續用錘子鑿。除了致癌，鹹魚的高鈉含量對老年人來說也是一場災難。一塊巴掌大的鹹魚，鈉含量可以輕鬆超過3克，而世界衛生組織建議的每日鈉攝入量上限是5克。也就是說，你一頓飯吃了一塊鹹魚配白粥，今天1半以上的鈉攝入量就用完了。高鈉飲食直接推高血壓，而60歲以上老年人的動脈壁已經在逐年硬化，彈性下降。在高血壓的持續衝擊下，中風和心梗的風險成倍增加。你爺爺奶奶吃了一輩子鹹魚，沒事，這叫幸存者偏差。那些吃了一輩子鹹魚出了問題的人，早已不在這個世界上跟你分享經驗了。我們看到的永遠只是活下來的那一小部分。所以過了60歲，鹹魚、臘魚、風乾魚這些高鹽醃制的魚製品，請從你的廚房徹底清除。偶爾解饞可以理解，但絕對不能當成日常飲食的一部分。第3種，毒魚、生魚片，尤其是淡水魚的生食。日本料理風靡全球，生魚片成了很多人心目中的高端美食。薄薄的魚片蘸一點醬油芥末，入口即化，鮮美無比。年輕人吃了一般問題不大，免疫系統扛得住。但60歲以後，這個事情就要重新評估了。首先是寄生蟲問題。海水魚中最常見的寄生蟲是异緘线蟲，這種小蟲盤踞在魚肉中，肉眼幾乎看不見。正規的日式料理店會用零下20度以下冷凍至少24小時來殺滅，但不是所有餐廳都嚴格執行。而更危險的是淡水魚的生食，比如很多地方流行的魚生、順德魚生、淡水三文魚刺身。淡水魚體內寄生的是肝吸蟲，學名華茲異吸蟲。這玩意兒進入人體後，會寄居在你的肝膽管裡面，引發慢性感染，輕則膽管炎、膽囊炎，重則肝纖維化，最終可能發展為膽管細胞癌。2020年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寄生蟲病研究所的調查數據顯示，中國華南地區某些省份的肝吸蟲感染率高達 20% 以上，而主要感染途徑就是食用淡水魚生。年輕人感染後可能無症狀或症狀輕微，但老年人的免疫系統已經大幅削弱，感染後往往更嚴重，治療起來也更困難。第2個問題是細菌。生魚片從海裡到你的嘴裡，中間經過捕撈、運輸、加工、擺盤等多個環節。在任何一個環節中，如果冷鏈斷裂或衛生條件不達標，都可能滋生大量的副溶血性弧菌、李斯特菌、沙門氏菌等致病菌。這些細菌對免疫力正常的年輕人來說，可能就是一場拉肚子，但對於60歲以上的老年人，特別是有慢性病、服用免疫抑制藥物或者剛做完手術的人來說，一場感染可能就是致命的。尤其是李斯特菌，這東西在冰箱溫度下都能繼續生長繁殖，而老年人感染後的死亡率可以高達 20% 到 30%， 不是開玩笑。第3個問題是組胺。魚類死亡後，體內的組胺酸會被細菌分解為組胺。新鮮的魚組胺含量很低，但一旦保存不當或者放置時間過長，組胺含量就會飆升。組胺中毒的症狀包括面部潮紅、頭痛、心悸、腹瀉，嚴重時可能導致過敏性休克。而這些魚類中，鮪魚、青魚、
秋刀魚等紅肉魚的阻胺風險最高，恰恰又是生魚片店的常客。所以60歲以後不是說完全不能吃生魚片，而是第一，嚴格選擇正規的有冷鏈保障的餐廳；第二，絕對不要碰淡水魚的生食；第三，自己在家不要嘗試做生魚片，如果實在想吃魚，煮熟是最安全的選擇。第四種毒魚，來路不明的野生河魚，每年夏天總能在新聞裡看到這樣的報道，某地老人在河邊釣了幾條魚回家吃，結果全家食物中毒住院，甚至有些嚴重的案例直接搶救無效死亡。為什麼？因為現在的河流和湖泊真的不比從前了。這裡有一個很殘酷的現實，工業化和城市化讓大量污染物持續進入水體，重金屬、農藥殘留、抗生素、激素類物質、微塑料，這些東西都會在水體中沉積，然後被底棲生物吸收，再沿着食物鏈一級級富集到魚類體內。一些城市周邊的河流看起來水質還行，水也清澈，但水底淤泥裡可能藏着幾十年累積的重金屬。住在這些水域裡的魚，體內的鉛、鎘、砷等重金屬含量往往嚴重超標。你把它釣上來吃下去，那些重金屬就進入了你的身體。鉛會損傷神經系統和腎臟，鎘會蓄積在腎臟，引發腎小管損傷。砷是明確的致癌物質，而且這些重金屬和甲基汞一樣，都是慢性蓄積型的毒物，不會讓你一次中毒倒下，而是一點一點的啃噬你的器官。更可怕的是，某些河魚體內可能含有河豚毒素，不是只有河豚才有河豚毒素。研究發現，某些品種的蝦虎魚、某些種類的淡水螺，甚至某些鰻魚的肝臟中也可能含有微量河豚毒素。這種毒素是鈉離子通道阻斷劑，目前沒有特效解毒藥，中毒後只能靠支持治療撐過去。另外還有一個常被忽略的風險，藍綠藻毒素。夏季水溫升高時，很多湖泊和緩流河段會爆發藍綠藻水滑，這些藍綠藻會產生微囊藻毒素。2016年發表在《環境科學與技術》上的研究表明，微囊藻毒素可以在魚類肝臟和肌肉中累積，即使烹煮也不能完全分解，長期攝入微囊藻毒素會對肝臟造成嚴重損害，甚至誘發肝癌。所以河邊釣的魚、水庫撈的魚，如果水質不明，請不要拿回去吃，特別是那些工廠下游、農田周邊、城市排污口附近的野生魚，絕對不要碰，命只有一條，不值得拿來賭。好了，說完這4種比毒還傷身的魚，是不是感覺以後什麼魚都不敢吃了？別慌，接下來才是今天的重頭戲，4種長壽密碼魚。這些魚不僅安全，而且營養價值極高，對60歲以上老年人的心血管、大腦、骨骼、免疫系統都有顯著的保護作用。吃對了，真的可以幫你多活好多年。長壽密碼第1條，三文魚，也就是鮭魚。如果要我在所有魚裡只選一種推薦給60歲以上的老年人，我會毫不猶豫選三文魚。為什麼？因為它體內有一種被科學家稱為液體黃金的東西 ，Omega 3脂肪酸，尤其是 EPA 和懂貨。先說 EPA， 這家伙是血管的清道夫，它能降低血液中的三酸甘油酯水平，減少動脈壁的發炎反應，抑制血小板過度凝聚。簡單來說，它能讓你的血液不那麼粘稠，讓你的血管壁不那麼容易被斑塊堵住。2021年發表在《新英格蘭醫學雜誌》上的 REDUCE 大型臨床試驗結果顯示，高劑量 EPA 可以顯著降低心血管事件風險達 25%。這個數據在心血管領域堪稱炸裂，因為很多降脂藥物都做不到這個效果。再說 DHA， 這是大腦的建築材料，人類大腦肝重的 60% 是脂肪，其中 DHA 佔腦部脂肪酸的 20% 左右。60歲以後，大腦自然萎縮，認知功能下降，而 DHA 可以幫助維持神經細胞膜的流動性，促進神經突觸信號傳導。牛津大學2016年的研究發現，血液中 DHA 水平較高的老年人，腦容量縮小速度明顯較慢，阿茲海默症的發病風險也顯著降低。三文魚還有一個很多人不知道的秘密武器——蝦青素。這是一種強力的天然抗氧化劑，
賦予三文魚標誌性的橙紅色。蝦青素的抗氧化能力是維生素 E 的550倍，是維生素 C 的6000倍。它能穿透血腦屏障和血視網膜屏障，對大腦和眼睛提供直接保護。對於60歲以上常見的老年性黃斑病變和白內障，蝦青素都有潛在的預防作用。怎麼吃最好？清蒸、水煮或者低溫烘烤，不要油炸，不要高溫煎到焦黑。因為 Omega-3 脂肪酸在高溫下容易氧化分解，油炸後不僅營養流失，還會產生有害的氧化脂質。每周吃2到3次，每次100到150克就足夠了。選購方面，有人問野生三文魚好還是養殖的好？其實2020年挪威海洋研究所的大規模檢測數據顯示，現代規範化養殖的三文魚，其重金屬和有機污染物含量已經控制得非常低，甚至低於很多野生魚類。更重要的是，養殖三文魚的飼料經過精心調配， Omega-3 含量穩定可控，所以不必執着於野生二字，選擇來源可靠、品牌正規的養殖三文魚就很好。長壽密碼第2條，沙丁魚。如果說三文魚是長壽魚裡的明星選手，那沙丁魚就是性價比之王。它便宜、小條、不起眼，但營養價值高得離譜。首先，沙丁魚的 Omega-3 含量一點都不輸三文魚，而且因為沙丁魚體型小、壽命短，處於食物鏈底層，體內的重金屬蓄積量極低，你完全不用擔心甲基汞的問題。這一點對老年人來說太重要了，既能補充好脂肪酸，又不用承擔毒素風險，完美。其次，沙丁魚是極少數可以連骨帶刺一起吃的魚，這意味着什麼？鈣。一罐100克的帶骨沙丁魚，含鈣量可以達到300到400毫克，差不多相當於一大杯牛奶。60歲以後，骨質疏鬆是老年人最大的隱形殺手之一。一旦摔倒骨折，臥床不起，引發肺炎和血栓的風險急劇上升。很多老年人就是因為一次摔倒而走向人生的終點。而沙丁魚裡的鈣是天然的動物性鈣，吸收率遠高於碳酸鈣片。再加上沙丁魚本身含有豐富的維生素 D， 而維生素 D 恰恰是促進鈣吸收的關鍵因子。也就是說，沙丁魚自帶鈣加 D 組合，堪稱天然的骨骼保健套餐。還有一個隱藏功能，沙丁魚含有極其豐富的輔酶 Q10， 這是細胞線粒體產生能量的核心輔助因子。60歲以後，人體自身合成輔酶 Q10 的能力急劇下降。這也是為什麼很多老年人總覺得疲勞、沒力氣的原因之一。心臟是人體最消耗能量的器官，輔酶 Q10 不足，直接影響心肌收縮功能。沙丁魚是自然界中輔酶 Q10 含量最高的食物之一，常吃可以有效補充。怎麼吃？最簡單的方式是買罐裝沙丁魚，選擇浸泡在橄欖油中的品類，打開就能吃，配麵包、配沙拉、拌飯都行。如果買新鮮的，清蒸、煮湯、香煎都可以。沙丁魚個頭小，肉質鮮嫩，10分鐘就能做好一道菜，非常適合不想在廚房折騰太久的老年人。長壽密碼第3條，青魚。青魚在東亞飲食文化中有着悠久的歷史，日本人叫它青，是居酒屋的常客。台灣人稱它花飛或青花魚。日本的長壽飲食研究中，青魚反覆出現在100歲老人的餐桌上。青魚的 Omega-3 含量在所有常見食用魚中名列前茅。100克青魚可以提供大約 2.6 克的 Omega-3， 這個數字甚至超過了同等重量的三文魚。而且青魚的價格只有三文魚的1/3到1/4，是真正的平民長壽食材。但青魚最特別的地方不僅是 Omega-3，日本國立健康營養研究所在2018年的一項研究中發現，青魚中含有一種特殊的蛋白質分解產物，具有類似 ACE 抑制劑的降血壓效果。ACE 抑制劑是什麼？就是醫生給高血壓患者開的處方藥。也就是說，常吃青魚在某種程度上相當於天然地在吃一種溫和的降壓藥。對於60歲以後普遍面臨血壓問題的老年人來說，這個發現意義重大。另外，青魚還含有大量的維生素 B12， 這是一種老年人極其容易缺乏的維生素。60歲以後，胃酸分泌減少，而維生素 B12 的吸收嚴重依賴胃酸。
缺乏 B12 會導致巨幼紅血球性貧血，更嚴重的是會造成不可逆的神經損傷，表現為手腳麻木、平衡障礙和認知能力下降。很多老年人被誤診為老年痴呆，其實只是缺乏維生素 B12 而已。100克青魚可以提供每日所需 B12 的 300% 以上，輕鬆滿足需求。不過有一點要特別注意，青魚是組胺含量較高的紅肉魚，對新鮮度的要求非常嚴格。買回來的青魚一定要盡快烹調食用，不要在室溫下放置超過2個小時。如果買的是冷凍的，解凍後立刻烹飪，不要反覆冷凍解凍。烹調方式推薦鹽烤、未烹煮或者清蒸，簡單快捷又美味。長壽密碼第4條，鱸魚。最後一條長壽密碼魚，我要推薦的是鱸魚。這是一種在中國傳統醫學中被推崇了幾千年的魚。本草綱目裡就有記載，鱸魚味甘性平，補五臟益腸胃，是病後調養的上品。而現代營養學的研究恰恰驗證了古人的直覺。鱸魚最大的優勢是高蛋白、低脂肪、極易消化。100克鱸魚肉含有大約18到20克的優質蛋白質，而脂肪含量只有2到3克。這對60歲以上的老年人來說太重要了，因為老年人面臨的一個巨大健康威脅叫做肌少症，也就是隨着年齡增長，骨骼肌質量和功能持續下降的現象。肌少症有多可怕？2018年，歐洲老年肌少症工作組發表一份共識報告，裡面的數據令人震驚。65歲以上的老年人中，肌少症的發病率可以高達 10% 到 27%， 而患有肌少症的老年人，跌倒風險增加3倍，住院風險增加2倍，全因死亡風險增加 60%。 對抗肌少症的核心策略就是充足的蛋白質攝入加上適度運動，而鱸魚的蛋白質消化吸收率高達 97% 以上，遠高於豬牛羊肉。這意味着老年人胃腸功能減退的情況下，吃鱸魚能獲取到比紅肉更多的有效蛋白質，同時不會加重消化負擔。鱸魚還有一個獨特的營養優勢，它含有非常豐富的 DHA 和 EPA， 但同時脂肪總量卻很低。這意味着你能獲得好脂肪酸的好處，卻不用擔心額外的熱量攝入。對於60歲以後代謝率下降、容易發胖的老年人來說，這簡直是量身定做的食材。怎麼做？中國人最經典的做法就是清蒸鱸魚。一條鱸魚薑絲、蔥絲鋪底，大火蒸8到10分鐘，出鍋澆一勺熱油，撒點香菜，鮮美至極，而且保留了魚肉中幾乎所有的營養成分。如果牙口不好，也可以做鱸魚湯，魚肉燉到軟爛，連湯帶肉一起喝，蛋白質和礦物質都溶在湯裡，老人家也能輕鬆吃下去。說完這4種長壽魚，讓我們再來做一個總結性的補充。很多人可能會問，除了選對魚，烹調方式是不是也很重要？答案是太重要了。同一條魚，清蒸和油炸那是天壤之別。油炸過程中，Omega-3 脂肪酸大量氧化分解，同時產生反式脂肪酸和丙烯酰胺等有害物質。一項來自哈佛大學的大型前瞻性研究，追蹤了超過8萬名女性長達16年，結果發現，每周吃1次以上油炸魚的人，心血管疾病死亡風險增加 48%， 而每周吃2次以上清蒸或烤魚的人，心血管疾病死亡風險反而降低 30%。 同樣是吃魚，一個增加了快50%的死亡風險，一個降低了30%，差距接近80%。烹調方式的力量甚至超過了你選什麼魚。所以60歲以後的吃魚黃金法則可以歸結為8個字：選對品種，蒸煮為王，遠離大型掠食魚、醃制鹹魚、生食和來路不明的野生河魚，擁抱三文魚、沙丁魚、青魚和鱸魚。每周吃魚2到3次，每次拳頭大小一塊就夠了，蒸煮烤為主，少鹽少油，堅持下去，你的血管會感謝你，你的大腦會感謝你，你的骨骼和肌肉也會感謝你。最後再聊一個有趣的科學發現。2014年，一項發表在《內科學年鑑》上的研究，分析了全球40多個國家的飲食模式和壽命數據，結果發現一個驚人的規律：全球最長壽的藍色寶地地區，包括日本沖繩、希臘伊卡利亞島、意大利薩丁尼亞島、哥斯大黎加尼科亞半島、
這些地方的100歲老人有一個共同特點，他們的飲食中，魚類佔據了蛋白質來源的主要地位，不是偶爾吃魚，而是幾乎每天都吃。沖繩的100歲老人每天吃海藻和小型近海魚類，伊卡利亞島的老人每周吃3到4次地中海沙丁魚和鯷魚。薩丁尼亞島的名字本身就來自沙丁魚。這些地方的老人不僅長壽，而且晚年生活質量極高，80-90歲還能下田幹活，自己走路去市場買菜，思維清晰，生活自理。這不是巧合，這是幾千年自然選擇和飲食智慧的結晶。大自然早就把長壽密碼寫進了這些小魚的身體裡，只不過我們在追求大魚大肉的過程中把它忘了。所以60歲以後，不要再追求什麼名貴大魚，不要再迷信什麼鹹魚配粥的傳統情懷，更不要去河邊撈什麼野生魚回來賭命。放下執念，回歸本真，去超市買幾條新鮮的三文魚、沙丁魚、青魚或鱸魚，回家清蒸或煮湯，簡簡單單，乾乾淨淨。你的身體會用每一天的精力充沛和思維清晰來回報你今天的選擇。健康不是什麼玄學，不需要吃什麼天價保健品，不需要練什麼奇門功法，很多時候它就藏在你每一餐的選擇裡，藏在那條安安靜靜躺在蒸鍋上的小魚裡面。60歲以後，吃魚要小心，但只要你選對了魚，吃對了方法，魚就不是毒，而是上天寫給你的長壽密碼。希望每一位正在看這部影片的長輩都能把這份密碼收好用好，活出一個精彩又健康的下半場人生。